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韩国，韩国人组团抗议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斗观天下。岸田文雄这次访问韩国，享受了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欢迎仪式。在首尔龙山总统府外，聚集了大量的韩国国民。这些韩国人旗帜鲜明地分成了两派，一派高举日本必须为不法殖民统治谢罪、中断对日屈辱外交等反日内容的标语，另一派则大喊热烈欢迎岸田文雄访问韩国，支持韩美日同盟等亲美亲日的口号。看到这样的现场，估计尹锡悦也乐了。没想到跪舔日本在韩国还不乏支持者，看来还有继续下跪的余地。当然，岸田估计更乐，不道歉不赔偿，来自韩国多年的深仇大恨就这么轻易的一笔勾销了。本以为此行去韩国会遭到韩国人的广泛抵制，没想到还有不少人热烈欢迎。这样的好邻居去哪儿找？带着各自的小心思，尹锡悦和岸田文雄在龙山总统府进行了面对面会谈。岸田文雄这一次访问韩国，主要是想谈三件事：历史问题、经济往来和安全合作。历史问题是重头戏，也是韩国国民抗议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当然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岸田文雄注定不会让韩国人如愿。他拒不道歉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：对于当时严峻环境下给很多人带来非常痛苦和悲伤的记忆感到痛心。有趣的是，尹锡悦不仅没有感到不满，反而感谢岸田文雄，并表示即使两国历史问题没有厘清，也不会影响深入合作。日韩和解是美国一手促成的，对尹锡悦来说，纠缠历史问题会引起美国的不满，而完全不计前嫌又会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。伸头缩头都是一刀，既然都跪下了，不如跪得更彻底一点。所以不管日本道不道歉，历史问题都可以翻篇，日韩合作都得推进。在经济领域，双方到底达成了哪些交易？相关报道很少。目前韩日经济都处于困难的状态，总体上日本掌握更多的主动权。这一次虽然基本消除了两国前几年贸易战的后遗症，但是两国在半导体和新能源等等关键领域是竞争关系，两国经济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。岸田文雄提到的合作领域，竟然是韩日共同应对美国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新形势。军事合作应该是日韩双方最有动力、最一拍即合的领域。最近半岛局势持续紧张，韩国政府忧心忡忡，这个时候也不再介意让日本介入半岛事务了。而日本一直希望能够扩大自己在地区的军事影响力，所以在这方面，美国的撮合相当顺利，这也是日韩首脑互访最大的一个成果了。尹锡悦甚至表示，不排斥日本参加美韩核磋商小组和美国延伸威慑的机制。个人认为，日韩这一番和解与合作注定无法长久，主要原因是双方合作基础实在是不牢靠，完全是靠美国的驱动和尹锡悦个人单方面的妥协促成的。一旦韩国政府换届，那么这个脆弱的合作便会立即土崩瓦解，日韩历史矛盾还会触底反弹，变得更加尖锐。最后还想说一句，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，其本质都是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棋子，只不过是美国的棋局上棋子也分3、6、9等，韩国毫无疑问是最低等的那个棋子，这是韩国人的悲哀。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韩国的悲剧也是其自身促成的结果。别忘了，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未来的。好的，这个话题先聊到这里。